最近在两岸网络上出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件，有一个经常高喊爱国、称赞祖国的大陆籍女子，因为在台湾发表支持统一的言论而被台湾政府驱逐出境。然而，更戏剧性的是，当她哭喊着不要把我推向深渊，请求留在台湾时，一向支持爱国言论的中国小粉红们竟然也群起炮轰她。在台湾人眼里，她是舔共的统战人士，在中国网民眼里，她却成了假爱国的两面人。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名字叫亚亚的陆配的离奇遭遇。首先，亚亚是谁？她原名叫刘振亚，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几年前嫁给了台湾的先生，成为台湾的外籍配偶之一。她在台湾定居生活，还育有孩子，可以说在台湾扎下了根。与许多默默生活的陆配不同，亚亚相当高调。她经营着一个抖音账号，名字就叫亚亚在台湾。在这个账号上，她经常发布各种影片，大力称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祖国的强大，表达对中国的热爱。有时她也批评台湾的政治，甚至公开发表武统台湾的主张。比如，她曾在影片中豪迈宣称宝岛台湾早晚会插满5星红旗，意思是迟早要让中国的国旗飘扬在台湾各地。这些言论让她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吸引了一些关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爱国网红。然而，亚亚在台湾的这言行并没有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可。她的影片被台湾网友发现后，引发了极大的反感。很多台湾人认为，她一边享受着台湾的生活和自由，一边却喊着要祖国武力来打自己现在居住的地方，实在是太过分、太讽刺了。有台湾的知名 YouTuber 公开表示，已经向政府检举了亚亚，认为他散布的言论可能危害台湾的安全。台湾的移民署随即展开调查，认定亚亚鼓吹武统触及了国家安全的红线。结果，移民署决定废止他作为陆配的依亲居留许可，也就是取消他合法留在台湾的资格，并限令他必须在2025年3月25日之前离开台湾。如果逾期不走，政府就会强制将他驱逐出境。这个消息一出，台湾网友几乎一面倒拍手叫好，高喊早就该赶走了。很多人觉得，一个在台湾喊打台湾的人，不配继续留在这里享有台湾的资源，包括台湾引以为傲的健保、医疗等资源。当然，也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极少数声音质疑驱逐亚亚是否有侵犯言论自由之嫌。毕竟他的发言虽然令人反感，但是直接构成了危害安全，也许值得讨论。而且亚亚在台湾已经有家庭和孩子，把他赶走，等于让这个家庭骨肉分离。也有少数统派人士跳出来批评此举是绿色恐怖，质疑当局迫害持统一立场的陆配，但这些说法并未获得主流认同。不过在当下两岸关系高度紧张的氛围中，多数台湾民众对这种辩护并不买账。他们担心像亚亚这样的陆配可能成为中国对台统战或者渗透的一个渠道，哪怕他不是间谍，至少他公开鼓吹武统，也踩到了社会大众的底线。因此主流意见还是支持政府依法处分，他必须离开。其实这已经不是台湾第一次因为统战言论驱离大陆人士。早在2019年4月，一名来自大陆自称武统学者的李毅入境台湾，准备参加统派团体的活动发表演讲，就被移民署认定有危害安全之余，直接遣返出境。当时也引发过一波讨论，但大多数台湾人支持当局对李毅限期出境的做法。随后台湾在2020年通过了反渗透法，针对境外势力的渗透行为定出法律红线。可以说，在这种大环境下，亚亚们的言行更容易触动敏感神经，被视为必须处理的对象。台湾社会对疑似内应的零容忍，使得亚亚事件几乎没有转圜的余地。面对台湾政府的严厉决定，亚亚的反应令人意外。原本以爱国斗士自居的他，并没有欣然收拾行李回归祖国，反而在媒体前表现出极大的不情愿。他公开喊话，希望台湾政府收回成命，让他继续留在台湾。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接受采访时哽咽地说了一句：不要把我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字里行间透露出，回到中国大陆对他而言仿佛是一种可怕的灾难。除此之外，亚亚还亲笔写了一封给台湾同胞的一封信，长达上千字，在网上流传。信中他大吐苦水，
声称自己是被误会的，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妈妈，热爱和平，从未真的想鼓动战争。她强调自己主张的是两岸和平统一，而不是战争，并为自己喊冤，觉得这次被遣返是莫大的委屈和人格毁灭。总之，雅雅现在是一心想要留在台湾，不想走。亚亚这一喊话不要推入深渊，可把远在对岸的中国网友给气炸了。要知道，之前在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场上，亚亚由于经常发表亲共言论，其实是有一些拥趸的。很多所谓小粉红，也就是狂热爱国的中国年轻网民，曾经把她视作一个卧底在台湾的爱国姐妹，毕竟她敢在台湾替祖国发声。然而，当他们听到亚亚居然把回中国形容成坠入深渊，这些小粉红立刻觉得遭到了背叛。一时间，中国社交媒体上对亚亚的痛骂此起彼伏。有一位中国的网红博主，网名叫开心小龙哥，就专门拍视频狠批亚亚。他质问道：“你到底是真爱国还是假爱国？平时你在网上口口声声说爱国，塑造出一副对祖国感情深厚的样子。现在台湾要把你遣返回中国，你却一点都不开心，还叫嚷着不要被推入深渊。难道在你眼里，我们大陆就是那个深渊吗？”小龙哥愤愤不平地说：“如果亚亚真的爱祖国，那么被遣返回祖国应当是件开心事，又有什么好害怕、不情愿的？”他指指亚亚，可能一直是在演戏，为了博取流量。爱国不是喊几句口号、拍拍影片就叫爱国，真正的爱国是要经得起考验的。眼看如今亚亚的表现，他怀疑之前他的爱国言论可能只是赚钱博出名的手段罢了。小龙哥的这番视频获得了众多中国网友的支持，留言区里各种嘲讽铺天盖地。例如有人酸道：“接下来欢迎关注新账号亚亚在深渊，祖国的深渊张开双臂，欢迎你。”还有人阴阳怪气地说：“快点让他回来，我们可是很想拥抱他呢。”可以想象，中国网友如今对亚亚是又失望又愤怒，觉得她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两面人。甚至有人怀疑亚亚是不是打着爱国的旗号，拿着大陆网友的打赏，其实心里早就享受起台湾的自由安稳，不愿真的回到祖国怀抱。还有一些大陆网友把矛头转向台湾社会，嘲讽说台独的空气把他毒坏了，意思是亚亚在台湾待久了，被所谓的台独思潮影响，才会不想回到祖国。这类论调暗指台湾的自由民主环境会让人对大陆心生误解，在小粉红的话术中，仿佛台湾的空气都带着毒，把一个本来爱国的人给腐蚀了。当然，也有极少数较理性的大陆声音替亚亚辩护了几句，认为他不想离开，主要是舍不得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孩子。哪个当妈的不心疼自己孩子？不过这样的言论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批评淹没，难以左右大局。就这样，亚亚几乎被两边的人骂翻了。在台湾这边，他早已被贴上舔共统战的标签，成了众矢之的；而在中国那边，他也从爱国网红变成了假爱国的台独嫌疑人。这种两头不讨好的局面，让人不禁感慨，亚亚一手导演的这场爱国戏码，结果却让自己左右不是人。台湾网友看着中国网友骂他，心情可谓复杂又解气。有人嘲笑：“你不是很爱中国吗？怎么现在不敢回去了？连大陆人都嫌弃你。”也有人半开玩笑地对大陆网友喊话：“你们赶紧把你们的爱国英雄接回去啊，我们这边送给你们，不用客气。”总之，亚亚的遭遇在台湾社群媒体上也掀起了不小的风波，许多人一边围观一边讽刺他赔了夫人又折兵，想讨好中国，结果两头不是人。其实亚亚的故事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关注，是因为它折射出当前两岸社会的一种紧张心理。在两岸关系紧绷的背景下，像亚亚这样的大陆级配偶往往被贴上一些预设的标签，背后反映的是彼此的不信任和政治张力。台湾这边，不少人对陆配有一种戒心，尤其是对于那些公开表现爱中国、爱共产党的陆配，更是怀疑他们是不是充当统战工具或者潜在的间谍。像亚亚这样高调赞美中国，甚至叫嚣武统的，更是被视为红线中的红线。对很多台湾人来说，这些举动触及到生存危机，自然不能容忍。因此，给亚亚安上的舔共陆配标签，既是在嘲讽他，
也包含着一种深深的恐惧，担心有朝一日这些住在台湾内部的人会在关键时刻里应外合，伤害台湾。其实台湾社会对于陆配的看法一直相当复杂。一方面，自1987年开放两岸探亲以来，不少台湾男性娶了大陆妻子，如今在台湾的大陆配偶累计已有数十万人之多，形成了相当大的新住民族群。这些陆配早年往往被刻板印象为大陆新娘，好像都是来自较贫困地区，为了经济前景嫁到台湾，一度在台湾社会底层承受歧视。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许多陆配辛勤工作，养育家庭，也逐渐融入社区，甚至拿到身份证成为台湾公民。对这些人，台湾主流社会的态度其实是慢慢改善、接纳的。但另一方面，当两岸政治对立加剧时，陆配群体又难免被政治化。如果哪个陆配公开发表倾向中国政府的言论，就可能被放大检视，进而牵连整个群体的形象。换言之，原本的婚姻移民议题，如今被套上了统独斗争的滤镜来观察，这对陆配群体来说，其实有点无辜又无奈。而从中国大陆的角度来看，大陆网民对这些嫁到台湾的陆配也有自己的期待和苛责。一方面，中国官方媒体有时会宣传这些台湾媳妇如何在台湾生活，却心系祖国，塑造他们是民间交流的桥梁或者爱国的先进典型。因此，当亚亚们在台湾高举爱国旗帜时，一些大陆网友是叫好的，觉得他们没有忘记祖国。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陆配表现出任何对台湾生活的留恋或者对祖国的疏远，大陆那边的舆论反应也会很激烈。就像这次亚亚喊申冤，在小粉红眼里简直是大逆不道，仿佛他揭穿了一个不该揭的真相，其实更想留在台湾，不愿回到大陆。这戳中了某些大陆网友敏感的神经，让他们感觉被羞辱或欺骗，所以立即给亚亚扣上假爱国、两面人、台独分子的帽子，仿佛他比那些明着支持台独的人还可恶。由此可见，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其实夹在两种力量的拉扯中。一方面，他们在台湾要努力融入社会，但又可能遭遇某些刻板印象甚至歧视。另一方面，他们来自的祖国期待他们不要忘本，有的还希望他们能在台湾发挥政治影响力。很多陆配其实只想平平静静过日子，相夫教子，工作生活，不想碰政治这根高压线。但是像亚亚这样的少数人，主动选择了在网络上谈论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结果自然引火烧身。这不仅让他个人陷入困境，也让整个陆配群体更被聚焦和质疑。事实上，在亚亚之前就有类似的事件在上演，或者说亚亚这一案例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台湾移民署在处理亚亚案的同时，也陆续调查了其他几位在台湾的大陆籍网红配偶。例如，有网名为小薇和恩启的两位陆配，也被发现曾在网络平台发布多部鼓吹武统、威胁要解放台湾的影片。移民署经调查核实后，也在3月下旬相继废止了这两人的居留许可，要求他们限期离境，不得再在台湾久留。这两位陆配的下场和亚亚几乎一样，在台湾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赶走，而他们之前发表的那些亲共言论，如今也在大陆网络上被翻出来，被网友检视真假。其中一位小薇在被废止居留权后，情绪激动地在网上痛骂台湾政府欺负人，还强调自己是3个孩子的妈妈，强制遣返会让她家庭破碎。据传，她临走前甚至感谢了一位举报她的台湾网友巴囧，语气中满是不屑和愤怒。放话说，她回大陆之后要找新丈夫再生孩子，不会就此认输。另一位恩启则在事件曝光后迅速从网络上销声匿迹。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位陆配的台湾丈夫从头到尾几乎没有公开发声，替妻子辩护或求情，这在台湾引起一些揣测。或许这些先生们也被妻子的言行吓到了，选择保持距离。也有人猜测，会不会这些婚姻本身就有功利因素，如今出了事，感情基础也不牢固，所以各过各的。不管真相如何，至少在公众眼中，这些陆配在政治风波中几乎是孤军奋战。除了陆配群体，其实一些牵涉两岸身份认同的名人也曾陷入类似的争议。
前面提到的台湾艺人黄安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黄安早年在台湾出道，后来跑到大陆发展，变成了高调的反台独斗士。他曾在大陆社群积极举报批判台湾的艺人或言论，甚至引发过周子瑜事件。黄安因此在大陆被一些人奉为爱国先锋，但在台湾则臭名昭著。然而2016年黄安突发心肌梗塞，令人瞠目的是，他立刻搭专机飞回台湾，利用台湾的健保体系做了心脏手术保命。消息传出，台湾舆论炸锅。这个平时骂台湾、舔共舔得起劲的人，关键时刻还是信任台湾的医疗啊！很多网友狠狠嘲讽他双标。后来黄安自己辩解说，是在大陆手术有难处才回台湾。但无论如何，他亲身演绎了什么叫嘴上爱祖国，身体却很诚实。如今黄安基本定居大陆，几乎不敢回台湾面对大众，只偶尔回来处理健康问题，也算是自食其果的下场吧。再比如台湾年轻女艺人欧阳娜娜，她不是陆配，但她选择了在中国发展事业，并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自己是中国人，支持两岸统一。她甚至登上国庆晚会演唱爱国歌曲，一度被大陆官媒大肆赞扬。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欧阳娜娜是宝岛来的小仙女，爱国又有才华。可是同样的举动在台湾引来了巨大的争议，许多台湾人质疑她统战艺人，赚人民币就变立场，被认为出卖了台湾。一时间欧阳娜娜在台湾的形象跌到谷底，一些节目和品牌跟她切割距离。最后欧阳娜娜干脆几乎全面在大陆活动，不再理会台湾舆论。这种用脚投票的做法也许是迫于现实，毕竟两边的社会环境差异太大，要想两边都讨好几乎不可能，只能选一个市场深耕。欧阳娜娜的例子说明了，如果站队明确，至少能保住一边的发展，但像亚亚这样想两头讨好的，最后往往会两边都失望。回到亚亚的事件本身，目前最新的情况是，她依然在做最后的挣扎。截至目前，她并没有买机票离境的打算，而且公开表示我没错，所以我不主动离开。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亚亚和她的先生以及一些支持者一同召开了记者会，继续为自己喊冤。据悉，她也在寻求法律途径，希望推迟甚至推翻移民署的驱逐决定。有人好奇亚亚是否能透过法律手段翻盘，继续留在台湾。从程序上说，他可以针对移民署的处分提起诉愿，甚至打行政诉讼，声称自己的言论不构成违法。但这些法律程序往往旷日费时，在限期之前根本无法完成。换句话说，除非相关机关愿意暂缓执行或撤销处分，否则亚亚在法律上几乎没有及时止损的机会。这一点台湾政府显然心知肚明，目前也没有任何要网开一面的迹象。不过台湾官方的态度相当强硬，已经认定他的言论违反法规，危害安全，若逾期不走，就会依法将他强制遣送出境。也就是说，亚亚很可能不得不被动地踏上返回大陆的旅程。不禁令人脑补出这样一幕，曾经高喊一定要回祖国的他，最后可能是被台湾警方架上飞机送回祖国。这结局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但又透着几分讽刺。一旦亚亚被送返大陆，他接下来的处境也值得关注。在台湾这边，他恐怕短期内回不来了。回到大陆后，他曾经苦苦哀求不要回去的言行也传遍网络。可以预见，在大陆民间舆论中，他的爱国者形象已彻底崩塌。他会不会在回国后继续经营他的自媒体？如果继续，他又该以什么姿态示人呢？是继续唱爱国高调，还是干脆对此事避而不谈？无论如何，恐怕他都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获得小粉红们的追捧了。也有人替他担心，既然他公开说过不想回祖国，祖国是深渊这类的话，回去后会不会也惹来官方的注意，甚至麻烦？虽然他未必触犯大陆法律，但言论已经招致那么多争议，可能也会成为敏感人物。从一个普通妈妈变成舆论焦点，再变成众人口中的反面教材，亚亚的经历可谓戏剧性十足，但对他个人来说，却是一场巨大的风波和未知的未来。有网友调侃，看来两岸要真正同心，得靠出现一个全民公敌呀。言下之意，亚样的人反倒让长期对立的两边网友找到了同一个出气筒。此外，不少人将这场闹剧加工成了各种梗图和段子，
例如，有人戏称亚亚本想红遍两岸，如今真的红了，只是这个红是成为大家嘲讽的对象。甚至有搞笑的图片把亚亚的头像 P 在地狱的背景里，配文亚亚在深渊欢迎您，夸张地演绎出他口中的深渊梗。对于吃瓜群众来说，这些无疑增添了谈资和笑料。亚亚事件发展到这里，已经超出了个人恩怨，上升为一种社会现象。它让我们看到，两岸之间由于政治对立而产生的文化鸿沟有多么难以逾越。对于夹在中间的人来说，想要两边讨好，往往反而两边都不讨好。亚亚试图在台湾享受安稳生活，又试图通过高呼爱中国来赢得对岸认同，结果两头落空。这背后映射的是身份认同的撕裂。当一部分人认同中华民族，一部分人认同台湾主体的时候，很难同时迎合这两种价值观。特别是在当前这种敏感时期，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放大，被上纲上线。对于台湾的陆配群体来说，亚亚的故事也许是一堂课。这堂课告诉我们，远离政治纷争才能免于成为风暴中心。而对于两岸网友来说，这件事倒成为一种奇特的共鸣。虽然立场不同，但他们罕见地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都对亚亚口诛笔伐。这种现象本身就很耐人寻味。也许只有在这样荒诞的情节里，才会出现两岸网友难得的同声同气一次。当然，这种同声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和解。但至少在网络世界，这几天大家有了共同的话题和调侃的对象。亚亚事件仍在发展中，我们也将继续关注最终的结局会如何。他真的会被遣返回大陆吗？回去以后又会如何重新开始？这一切都还充满悬念。可以说，在这场两岸角力的独特插曲里，个人的命运被裹挟其中，上演了一出让人唏嘘的现实戏码。后续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亚亚个人，也折射着两岸关系下一步的微妙走向，让我们拭目以待。